家人们呐，历史性的时刻啊！等一下，让我缓一缓。不要慌，问题不大。最近历史性太多了，而今天要说的是贷款利率 LPR。央妈呢公布了最新的 LPR 数据，1年期的 LPR 下调到了3.85%，5年期呢下调到了4.65%，创造了去年8月央行改革完善 LPR 机制以来单次最大的降幅。很多人问呢 ，LPR 是什么？它的全称叫做贷款市场报价利率。在没有它之前，向银行借钱呐、贷款呐，都是由央妈直接指定，这玩意儿呢就叫做基础利率。而 LPR 呢，那不是央妈直接定了，而是由国内18家银行有工农中建。有商业银行，有时候还会有外资银行，这18家银行自己去决定利率，每个月统一一次提交给央妈，然后呢去掉那个最高的、最低的这2个利率，剩下的算一个平均数，那就是 LPR 利率。每个月20号公布一次，这相当于18个银行组团参加青春有你比赛，最终得分呢就是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得出的平均分那就是它了。那很多家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买房 ，nice。那以后呢，买房按揭就可以选择2种模式了。一种呢，老规矩，按照固定利率；那还有一种，那就是挂靠 LPR 的模式。以后你要还的贷款，它的利息就得随着 LPR 上下浮动了，而不会是一直不动。LPR 如果高了呢，你就有可能多还利息；如果低了呢，你有可能少还利息。那举个例子啊，如果说按照目前最新的5年期 LPR 的数据来算，我到底能省多少钱呢？这个简单，来上公式。怎么样？看不懂是吧？我也看不懂。坑爹了这是！简单的来说，你就按照3月份全国首套房贷款的平均利率来算。如果你办理100万的贷款等额本息偿还30年，那按照目前 LPR 的利率来算的话呢，你每个月月供的话呢，可能可以省62块钱，也就是1份半的外卖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但当然了，如果说你把全国买房的都算进去，一年省的利息那就高达150亿了。这个 LPR 呢每月都浮动，那对于买房还贷的话呢，你每1年或者每5年都得变一次。那目前这个大环境普遍认为这个 LPR 还是很有望继续下调的能省得更多。那听到这儿的话，各位家人们呢，是不是开始兴奋的搓搓手，觉得这是银行给我们买房的送温暖了吧？做梦，好尴尬呀！银行会不会主动去做这些亏本买卖呢？你想一想，而且谁能保证还贷的几十年里面 LPR 都只降不涨呢？一旦经济回暖，这个 LPR 涨上去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而这个 LPR 呢，只有1次机会可以选，一旦签订不得反悔，直到你贷款还清为止。所以是选择稳如狗的固定利率，还是相对刺激的 LPR？除了权衡利弊，还得看你到底是佛系还是玩心跳。不过呢，至少张嘴就斩钉截铁告诉你说 LPR 可以让你少还至少6位数利息的，这就不太负责任。那有家人就问了，说：“哎呀，你说这么热闹，你自己买了没啊？”我就告诉你们吧，每个月那点利息我根本不关心，我发愁的是首付。不是太年少啊，我这太懵懂啊。真的财经深入你心，记得点赞加关注。